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 K 啊。最近剑圈总流行的一句话“嗨七五杀死了比赛”，只要这句话一出现，那评论区底下必定是血流成河啊！就像我 Lumiki 视频底下的评论数啊，都差点比我的视频点赞数还多了。你们真的，我哭死啊！为了验证这一句话的含金量啊，我特意搞来了2把 RGB 版本的嗨七五。测评的话，大家估计也看了不少了，就不重复说了。本期视频就和标题一样，来聊一下嗨七五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，和千元的铝头陀比起来又有什么区别？这把嗨七五到底能不能杀死比赛？首先还是叠个甲，本期视频的全部知识点都是我百度和咨询某产品经理得到的，如果有刊物也欢迎在评论区指出。简单聊一下配置啊，我手里2把嗨七五都是紫色的 RGB 套件，搭配的是莱奥伯格自家的灰木 V4 轴，加上一套 Peaceful 的雇佣者五面升华键帽，还是侧透啊。键帽本身的太空主题正好和嗨七五的宇航员名牌相呼应，侧刻配合嗨七五的下灯位啊，简直就是绝配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啊，就是这套键帽的店铺渲染图是纯黑的，实际收到的话是有一点蓝色偏紫色，这个色差还是稍微有点夸张的，渲染图仅供参考。一套下来是269，加上灰木 V4，整体组装的成本在500块钱出头。如果在键帽上稍微做一点减配，是可以把成本控制在300多块钱的。聊回套件本身，内胆填充上嗨七五的开槽 PC 钉，加上 Pro 的夹心棉 ，RGB 版本上会额外附赠一张声优垫，底下同样给到了 Pro 填充，说是满配没问题。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单开槽的定位板非常软，在安装一些大屁股轴体的时候还是蛮费劲的，最好是配合撬棒一点点来。这种情况如果不小心大力出奇迹了，估计还是得自己买单的。这么一看，嗨七五好像一切都很美好啊。那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便宜呢？那首先啊，这个套件整体是压铸，区别于 CNC 要一刀一刀的切割，造成铝废料的同时，还要考虑这个加工时长，也就是产量的问题。压铸的话，大家估计多少都听过啊。说简单点，就是把融化好的铝液倒进模具里冷却成型，既节省材料，生产周期也短。主要的花费还是在前期的开模上，一套模具可能10几万就这么砸进去了，在后期大批量生产下来一平铺，成本可能就下来了。然后有人会问啊，那为什么压铸铝成本这么便宜，大家不都去做嘞？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压铸工艺上的问题啊。大家可能知道啊，压铸出来的键盘是不能或者很难做阳极氧化的。做不了的原因啊，并不是说压铸的表面不够平整，所以做不了。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压铸是把流动的铝倒进模具中冷却成型。那在这一个环节中嘛，铝的流动性就至关重要了。如果铝的流动性不好，可能就会导致出来的成品有不均匀的瑕疵。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啊，一般会加入硅来增加铝的流动性。所以问题也就出在这里。如果一块铝的硅含量比较高，那氧化之后啊，硅单子会析出在铝的表面。高中化学大家都有学过，硅单质就是灰黑色，铸出来的铝再去氧化，会导致硅单质的析出，让铝的表面发黑。当然，解决办法也是有的，就是用氢氟酸做前处理。氢氟酸会和铝表面的硅反应生成氟化硅，氟化硅在常温下是一种无色的刺激性气体啊，硅就这样被处理掉了。但氢氟酸对人体组织的腐蚀性是远超盐酸的，所以在国内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一类化学品，也很少有工厂可以做这样的处理，所以就逐渐有了压铸做不了氧化这一个说法。知道了上面这些，那目前的压铸就只剩喷涂可以选了。喷涂工艺就像我们平时刷墙，整个过程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，并且成本也不高，颜色也可以做到很丰富。但是在喷涂的过程中，万一出现了瑕疵，那基本上就没救了。就算把漆退了，重新上也很难达到原先的效果，只能把铝熔了再重新铸。所以良品率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少人去做低价位铝脱头的原因。除了通过压铸来控制成本，还有一些纯 CNC 的套件呢，他们是怎么做到呢？比如说星盟或者摩吉克这些通过走到数量来控制成本的套件，这些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说了。说了这么多，这把嗨七五，我认为在声音上确实是可以达到一些千元级套件的水平的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声音方面确实是杀死了比赛。200块钱可以买到一把入门级别的铝头陀，而且声音上可以和4位数的套件打得有来有回。放给钱真的是想都不敢想，但总有一些人在千元套件下刷嗨七五杀死了比赛。
这就有点不应该了，就像拿个10来万的引爆传奇去和法拉利比加速一样，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所以还是要理智，要始终相信1分钱1分货，5分钱3分货的道理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老 K，希望可以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